我觉得企业在导入纯植物饮食文化时呢，它最大的这个阻力呢，它有3点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饮食的习惯，他会觉得没有肉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不太像是吃饭，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啊，这是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那第二个呢，就是成本的考量。因为对于企业来讲，它要导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纯植物的饮食的时候呢，它需要培训厨师，重新设计菜单，还有周边的一些的成本，这个加起来讲呢，会增加企业的一个叫做实物面的成本的一个考量。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是在于一个人呢心理上的认知的落差，他对于这种所谓的这个纯植物的这个饮食来讲，他觉得味道是不是鲜美，或者营养是均衡，一般人还是会有这种落差，会觉得感觉上是吃不饱的那样子的感觉，这是一种的误解。OK， 那么这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一点的部分。那第二点呢，是你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要去解决，因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要教育跟这个体验，你要去教育他，让他去体验。当企业呢透过一些的试吃主题日或员工分享，让大家慢慢的去感受到植物饮食的多样性，它就会改变原来的一种成见。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它就是所谓的这个企业的品牌形象。那么现在的消费者呢，他就是年轻世代是重视叫做永续。如果企业把纯植物的饮食呢纳入到 ESG 这个策略里面的话呢，它不是只有对环境有帮助，对这个企业的形象，然后未来它的招用这个人才，那么还有客户的一种吸纳，它都是有很大的加分作用，所以它是有一个附加的一个价值在。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叫做全球化的趋势，这种所谓的纯这个植物的这个饮食呢，它的是全球的选择越来越多，也就参与在这纯植物饮食的这个生产者、制造者、供应商呢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企业呢，它能够提早行动，那么不但跟上趋势，而是抢先布局呢，这未来的这个市场。所以我想，第一点的这个结论呢，它最大的阻碍呢，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个错误的这种的概念。所以我们的需要呢，就是作为一种所谓的教育，再教育，那么就会逐渐改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说，你要去怎么样来说服企业来加入这个纯植物饮食？我想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理念，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大型企业或者领导企业或者是品牌企业来加入到这个所谓的纯植物的这个饮食。所以呢，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企业呢对自己未来的一个宣示。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种责任感，它是对地球、对社会、对下一代的负责。这是一个我想要强调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它叫做影响力投资。就是我当企业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加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纯植物饮食的时候，它是叫做影响力投资，意思是最新的这个名词。所以呢，你不是在改变餐桌上菜色，而是在参与什么全球的永续转型，对企业来讲是深具这个意义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纯植物的饮食呢，它可以直接回应到大家呢都是谈的非常多的叫 ESG 的这种的需求，因为你现在没有 ESG 的话，你很难去银行贷款啊，或者是销售给这个客户，所以现在投资人、消费者、员工都在关注企业呢是否是真的落实永续，而这个饮食呢是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切入点，就是你的饮食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所以企业如果在员工餐厅活动，在产品供应链中导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纯植物饮食的话呢，它会让你所讲的叫做永续的承诺更具有说服力。OK， 最后一点呢，我想提到就是说，企业我们说服他你要进来，因为这是一个创新的契机。
那么从这个纯植物的饮食的这个产业链呢，快速的成长，从食材到产品呢，会有很多合作的这种机会。所以当企业呢，你早一步来进入，你就有更多的市场的这个商机，你就会建立新的品牌形象，而且是开拓新的市场。那么年轻的世代呢，特别的注重环保跟这个健康，就会让你的这个品牌呢会更有吸引力。所以呢，鼓励企业告诉他们呢，你今天加入这个所谓的纯这个植物的这个饮食这个行列的话呢，它是不但是对环境的贡献，也是对企业的竞争力的投资。也就是说，你今天的选择，也就是你明天的品牌。以上我想跟各位报告。